你被开除了！快点把妈咪找回来！我们去找罗建国。算了，琪琪。有古怪，真的有古怪。嘉欣，答应我好吗？我老妈很笨，每次都给男人骗，这次她一定又完蛋了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哪一个在乎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是否已留住？Hello。喂，你怎么上来了？老妈，我在家里很闷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去你的头啦！赶快下车啦！不下，我叫你下车啊！不下，你到底下不下车啊？不下！我叫你下车，你为什么不下车？哎，算了，让他一起去吧。坐好来。够你玩的够本。会讲谢谢啊 Thank you。 ？Thank you 谁呀？没大没小的。好了，我们去喝茶。哎，这附近有一间中年酒店，我们去休息一下。你不是说吃完饭看戏的吗？是啊，哎，不过时间还早啊。这样吧，休息一下以后再看戏，再吃饭。看你的头啦！我看你呀，根本都不是想要追我的。谁说的？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放屁啦你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只是想要跟我上床而已吗？臭男人！哎呀，是吧？不舒服啊，我带你去休息啊。你放了什么东西在我茶里面？没什么啊，小东西。哎，走。还好我跟出来，不然我老妈就完蛋了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要到。我不要。哎，可以。不要。哎呀，别闹啊！来。哎呀，休息嘛。哎呦！放开我妈！老妈，你快点醒啊！小鬼！不要丢我！你放开他！进去！你还来！我打你！你是谁？我不够，他在我老妈的咖啡里下了东西，想占她便宜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女人？什么欺负女人啊？哎，恩友，你不是为了一个出来卖的女人要跟我动手？什么出来卖的女人？你还不知道200块就可以上天？唐老鸭！哇！头长！傻夫，你还是来了。当然啦，我们是朋友，你叫我一定来的。哎呀，猪，你怎么样啦？全身软绵绵的，都不知道臭猪蛋给我吃了什么。
还有大头叫我来呀，要不然你给那男人吃掉。他敢啊，我砍他18段啊！大头呢？他去楼下买水给你喝。阿朱啊，你是不是很想嫁人？谁说的？大头讲的，他说那个男人要娶你。哎呀，有的嫁不就嫁喽，只要那个人不嫌弃我，带着我的西吉娜就可以了。阿朱，哟，撞鬼啊！你这么大声干嘛？你以前不讲瞎了眼才嫁给阿光，现在又要随随便便嫁给另外一个男人。哎呀，我不会那么倒霉的啦。我真的很想要安定下来啊，五福。我很想要给大头一个家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处帮他找学校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一间学校肯收他，说他什么 standard 不够我。屁咩？如果 standard 够的话，还需要去学校读书咩？你不是说过大头很聪明的，学什么会什么的？真的、啊，他学电脑一学就会，而且还会念唐诗，麻将很厉害一样。所以咯，那些只不过是他们借口罢了嘛。我知道的，他们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看不起我嘛。因为我这做妈妈的，是个啤酒妹吗？没有背景吗？没有地位吗？所以如果帮大头找到一个老爸，就有人帮他出头啦，这大头就有书读了喽。大头再这样下去，真的会完蛋。他不可以完蛋，五福啊！我不想要大头完蛋。我完蛋不要紧，可是大头真的不可以完蛋，不可以啊！我的西吉娜不可以完蛋。阿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大头有书读。好。校长，他很厉害的，他懂那个美国总统叫什么马的，什么马？什么马？快讲啦！我爸妈啊，就是这只马。校长他很厉害，他会玩电脑，会念唐诗。大头，啊不是，志刚，念给校长听你那首诗，那首啊。念啊！念啊！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一从千里目，跟上你光头。光你死人头啊！五福，你看到吗？这个西给那就不长进的啦。那个校长人看起来不错嘛，哈，知道我是啤酒妹，都没有看不起我啊。但是你看这个西给那怎么对人家？啊，算了啦，再这样下去啊，就算我们走到完全世界的学校啊，都没有一间会收他的啦。我不要读书，我不要上学。你说什么？说的一声。我不要读书。哎，算了，阿朱，大头，我真的看穿你，你妈叫你个胆小鬼。谁说我是胆小鬼？我说你是胆小鬼，你怕读书，怕上学，怕老师骂，怕同学笑，怕考最后一名，怕考试吃鸡蛋。谁说我怕？你不怕？不怕。我不信，阿朱你信不信？我当然不相信啦。他这个人呐、整天呀巴巴呀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他连晚上上厕所小便啊，他都怕的。哎呀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原来他连上学读书他都不敢呢。就是了，全世界的人敢做的事情，就只有你一个大头不敢做。谁说我不敢？我就读给你看。这个奖得来不易呀，这都是因为我严格的挑选学生，还有，你们看，连午餐都牺牲的结果啊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校长啊，
你看他真的会念唐诗的，他刚才只是开玩笑而已的，他现在知道错了。哎呀，快点跟校长道歉，快点！快点！对不起啊，校长。校长，我要跟你道歉了，对不起啊，不会道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校长，你没有事吧？校长，现在做老师跟校长真的是很辛苦。校长，怎么你的脸红的麻将扫帚一样？放水管吧哈！放水管，不要开玩笑。校长，干嘛？你突然间变得很红，然后倒在地上，去医院死掉了嘞！校长，我来了，你放心，我来没有关系。我的奖。大头，你做什么？帮校长哭掉了。出去！哭你死人头了！该骂光头，现在拿水淋他头哈！不管事的是傻夫把他奖状撕破，他才大发脾气的。哎呀，算了啦，我看是没有学校会送你了，全部回家睡觉。哎呀，猪，不可以这样就放弃。五福啊，这2个星期我差不多走到完全新加坡学校了。我今天晚上还要倒啤酒的，我没有气了。那你先肥了，交给我跟大头。大头，我们一定成功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是就是喽。啊！干嘛又打我？不要再搞人家的头啊！快点写。写什么？写你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什么校长要收留你？你读了几年书，不要跟我讲一个字都不会写。当然会啊。我怎么写？你不会写，我会。还有事。是你也不会写。忘了。是我也，麻将是算了，我自己写。看，我会写。如果连你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你就真的完蛋了。继续。今年怎么写？哎，又是你啊！你没时间，对不起，没时间。你停一下，我没几分钟时间而已。对不起，停一下。对不起，没时间。哎呦，校长。校长，你现在有时间了哦。校长，这个是大头录的，你听一下。我是林志刚，今年10岁。我那么多字都不会写，所以只好用手机录下来了。大头啊，有没有速度啊？全靠你自己了。哎呀，保佑你啊！我这么差劲，看上去又是个坏小孩，还对校长没有礼貌，所以校长不肯收留我，我一点也不怪校长。老实说，校长是我碰见最好的校长了。我老妈带了我去很多间学校，那些校长要不是不肯见我们，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。有些知道我老妈是在咖啡店倒啤酒的，就发出了冷笑。不像校长您，不止没有看不起我们，还对我妈妈说辛苦你了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上学就算了，要不然就一定要在校长您的学校读书。可是我的愿望也需要校长您点头才能实现啊！我想请校长给我一个机会，就像美国人给奥巴马一个机会一样。既然美国能出现一个黑人总统，为什么校长就不能接受我呢 ？Change 改变，我要改变自己，不过也要校长给我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。我说完了。哎，等等。我福哥说这些话都是我自己说的，没人教我的。好了，真的说完了，谢谢。校长，校长，你有没有听完了？那是大头的心里话。
校长，小孩子不读书不可以，不读书没有用，没有用找不到工作，做不了大。不用说了，4年级已经没有空额，就算想收他也没有办法。大头，哦，拜拜。在学校很好啊，有老师教，又可以跟同学一起玩球。校长有没有听我的录音？有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说4年级的班已经满了，要加你都不可以。我就知道，我连一封信都不会写，还要用录音，他不会说我的啦。走吧，傻福。不过他说3年级有空位。啊？校长说麻将你这样的水准，从3年级读起比较适合你。那就是说他肯收我。刚才那些学生也是3年级的。这样不是好咯？以后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打球。来，我加了菜，尽管吃多一点，不够再加啊！来。大叔，够了，你叫太多东西了。人其实不用吃这样多的，一个人1碗饭1点菜就够了。吃太多啊，胖得麻将猪一样，等一下又要去减肥，多吃一吃哦。吃的是福啊！人活着忙忙碌碌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吃？说真的，鲍鱼一次嘞，我就请不起你啦，只可以请你吃这些早餐饭。来，吃。够了。谢谢你这样帮我们啊，要不然我这4瘾啊，哪里会有书读啊？五福哥啊，跟校长跟到厕所去啊，还要闻他臭屁。五福啊，我这个好男人的真的是绝种了。来，吃多点来。够了，真的够了啊。我这是做老妈的，还跑回家睡觉，而你呢，就跑去闻那个校长的臭屁。我真的不懂要讲谢谢你。哎呀，用嘴巴说有什么用？要表示一点诚意吗？我现在不是请他吃饭啦，请他吃杂菜饭算什么？够了。五福哥，你不是说很久没有去看电影了吗？是啊，很久没有看电影了。哇，麻将们20多年没有看了啊。不是吧？真的啊，在宜春里面哪里有电影看？就算有啊，戏票也是很贵的。老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点去买戏票 ？OK 咯。啊，不用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我老妈有心，你就不用假装客气啦。这样，谢谢你啊，猪。好吧，那我先走啦。喂，你不要去咩？我回家读书，拜拜。这么说真是假的？阿猪真的，大头说他长大以后要做总统。他说要做总统啊，慢慢等啊，等就有啊。就你不要这样，如果大头真的用心读书，读得好成绩，你要称赞他，不要整天打他骂他。如果你是我老爸就好了。啊？哦，没有，怎么啦？哎，你等下要看什么电影啊？不是。好，那我就选一个劲爆的给你看啊。安迪啊，选一张票啊。角地带。一定是讲金三角卖毒品的故事。啊，那20亿是什么来的？一定是卖毒品被抓，坐牢21年。好了，来。喂，做什么？你看那边跑出来！喂，等我嘞！喂，等一下，等我！五福，你做什么？喂，五福！哎呦，做什么啊你？阿猪，这样的戏也叫我看？男的脱衣服就算了啦，女的也脱光光。当然啦，一男一女要什么嘛，不脱光光怎么什么？五福啊！哎呦，你已经30几岁了嘞，你害羞啊？是啦，跟一个女的看这样的戏很不好意思。啊，那如果你一个人，你就会去看呐？不会。哎呀，早知道不要买票啊，白白浪费2张票。阿猪，你早就知道了。当然啦，R21是给你看肉的嘛。以后不要浪费这样的钱啊。
我看你连女人是什么你都不懂了。哎，你想不想？妈祖，哎呦，你想到哪里去了啦？我是说啊，你想不想我介绍女朋友给你认识啊？那我当你女朋友嘞？祖不要开玩笑。现在谁跟你开玩笑啦？哈？哎，哎呀，真的撞鬼了哦！哎呀，都不懂为什么，我好像，哎呀，有点喜欢你了嘞。喂，你好了哦，你够了哈，我现在很差。江是篱笆兄弟的弟弟阿豹嘞。喂。小心点呐！他哥哥给警察抓了，他一定很气我们的。如果给他发现了，我们不死都搅。跟你讲，喂，严先生，请。那个人的背影很熟嘞。老板，大逆毒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这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阿朱，不要管我，让我去。阿朱，我叫你放手。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很久没有见。到我了。别死我！加了铁片的。Hello， 小鬼啊，什么事？大哥受伤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大喊救命引起人家注意啊，我看你的大哥早就给人家打死了。不服啊，来，吃饭啊，吃饭。你看医院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不错，这样哦。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，小妹怎么样？家里没有人听嘞。哎呀，惨了，二妹不跑哪里去哦？我去洗苹果啊。我已经打给白传仪，他说马上赶来，我看他应该快到了啦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的是小伤啊，二妹呢？小妹到处找不到她。我不清楚啊。你不清楚？你是我二姐男朋友，怎么会不清楚？我们分手了。真的分手了？我还以为二姐只是说罢了，她果然是甩男人高手。不过你也算好了啦，跟他拍拖1年多才被他甩。他是不是还跟那个嘎尼多在一起？我不是很清楚。传义，怎么你什么都不清楚？嘉一说不准我再过问他的事情。白传义，
我二姐正在生死关头，你最好不要隐瞒，知道什么就说出来。生死关头，J 他怎么了？我大就是问你，二姨是不是要跟那甘尼多在一起？他们很快，就快什么？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结婚？怎么我这个做大哥的不懂二妹要结婚？我这个做小妹的也不知道，我这个做外甥女的也不知道。我这个什么？未来妹夫，我这个未来妹夫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二妹到底要做什么？她一定是看不起我们。她自认读的书比我们多，工作比我们高尚，见识又比我们好，所以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要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，根本都不用问过我们的。可是我们是一家人呐。大哥，只有你还挂着一家人，我们早就自己顾自己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个世界上最新的就是一家人啊！哎呀，大哥你没事吧？那么激动做什么啦你？没事的时候就各顾各的，有事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吗？你看佳慧他们不都来了咯？还有大妹啊，大妹怎么没有来？我打给妈咪了，她说什么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打电话来烦我啊！妈咪，大舅真的进了医院，还有二姨失踪了，我们怀疑她被一个叫嘎亚诺的男人骗去了。是吗？那你就叫007去救他好了。你少来这一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一定又是跟你大舅在搞什么阴谋诡计。没有啦，那小姨来了，不信你问她。Hello， 大姐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跟他们是连成一气的。总之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这个婚是离定了。好了，我很忙，不要再打来了。有重要的事情吗？哦，没什么，客户打来的。嘉欣啊，你看看，日本北海道。北海道的花海很有名，而且现在刚好又是遍地开满薰衣草的季节。我们一起到北海道去，让那里美丽的花、充满香气的花抚慰你的心灵，把那些不愉快的日子全都忘了，也同时让我们的感情能够在百花争艳当中绽放，好吗？嘉欣，跟我一起到北海道去吧。北海道之行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然后你就会像残花败柳一样被我遗弃，就像当年你遗弃我一样。是你的答。哎，小鬼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有些人哦越来越明目张胆了。琪琪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小姨和贝多芬要搬过来我们家住。你问过爹地了没有？没有。没问过爹地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叫别人来我们家住呢？她是我小姨，什么随随便便的人？小姨也不可以。Excuse me，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你是这里的主人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请你下道。总之啊，没有达明的允许，谁都不可以搬进来住的。我们就偏偏搬给你看，小姨，我帮你。好啊 ，Thank you。喂，这是我的房间啊！这间房才不租给你了。听到了没有？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乱来啊？是谁乱来啊？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会觉得羞耻？贝多芬，进去把我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。哦。哼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？屋子是你的。是啊，我跟达明一结婚，这间屋子啊就是我们的共同资产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这间屋子是我大姐用血汗换回来的，你休想坐享其成。我们不欢迎你，马上滚！哼，你敢？我就敢。我也敢。我也。哎，贝多芬，你的手是用来弹神圣的钢琴的，不要碰这种烂女人。你敢打我？讲什么？你烂女人！你我讨厌你烂女人！你们在干嘛？打什么打？为什么要打架？弟弟，小姨和贝多芬被房东赶出来，我就叫他们来我们
家住，可是他却冲包包要赶小姨走，还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主人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他们说等你回来了再做决定，可是啊，他们却说我是烂女人，还要把我赶出去啊。爹地，你不要听他一面之词，他打小姨，还说这间屋子迟早是他的，他居心不良，你不要被他迷惑了，他搬来我们家是有企图的。姐夫，你要当心啊，最毒妇人心啊！你还来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什么都大姐不要再吵了！把他们赶出去！哎呀，佳慧啊！姐夫，你不会真的要把我们赶走吧？呀，爹地，如果你赶他们走，我也一起走。琪琪，你怎么可以威胁爹地啊？你爹地很疼你的，你只是变得这么任性了。莲姨说的没错啊，你以后啊，给我有分寸一点，懂吗？爹地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先让一步就是了。小鬼，我先去睡你的房间。贝多芬，你去睡厨房后面那间小房间。姐夫，这样 OK 吧？OK， 姐夫没有意见，那就好了。还能在这里干嘛？快点搬啊，快点！真的是没用啊！哦。小鬼，大舅现在在医院，二姨不知所踪，你妈咪又不再相信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。万一我们因怒而去的话，就真很难女人的意了。我知道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。小姨，贝多芬好厉害哦！嘘，他好像找回一点信心了。一点？跟你说，我在网上知道伦敦那里要举行一场国际钢琴比赛，我鼓励他去参加，可是他不肯跟我谈这件事。小姨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要参加国际大赛，没那么容易吧？你都不知道，他曾经在国际比赛赢了不少奖项。是吗？嘘，我也是在网上知道的。小姨，原来你在跟钢琴家谈恋爱，羡慕我嘞？有一点咯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重回国际舞台。可是什么？如果他成功了，那我就有可能失去他，是吗？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贝多芬可以去教钢琴，等你们结婚后生下小宝宝，再培养成世界冠军好了，那也算实现贝多芬的理想。小鬼，爱是不能够那么自私的。门也不关，一定是在等我。我看你怎么把持得住。只要我们有了关系，我就不信你不听我的。我本来要帮你盖被的，可是就被我们搞成这个样子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他这样子对我。好了，琪琪啊，给我出来！姐夫，什么事？琪琪睡觉了。睡什么觉啊？琪琪！姐夫，琪琪明天还要上学，到底什么事？你还要在这里装蒜？要不是你在后面撑腰，琪琪怎么会变得这么坏？屋子有漏水啊，还是你倒进水桶？佳慧呀，我让你住在这里，不是要教坏琪琪的。谁教坏我了啊？过来。站好啊！那个水盆是不是你放在门上的？什么水盆？不知道啦。一个两个在这里装傻，水盆要不是你们放的，难道他有脚会自己走到房间去啊？奇怪了，那个水盆放在我姐夫的房门上，为什么会碰到你啊？难道
是姐夫你叫他进去你的房间里。怎么？我很早就睡到像死猪一样了。我晚上有喝水的习惯嘛，我开门的时候看到他房门没关好，想帮他关啊。喂，明明是你做错事，你还在这里转移焦点。琪琪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啊，那是你喽。不是我，不是你又不是你，这个房子啊，除了你们还有谁呀？佳慧，我是不是又闯祸了？啊？我梦游症好像又发作了，睡醒时全身湿漉漉的。你怎么比我还湿啊？有人把水盆放在门上掉下来，打到他了。那一定是我干的。对不起，以后我睡觉的时候会把自己绑起来的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你看，他们一个两个都在整我，你帮我说句话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真的是有梦游症的。有一次啊，我在睡梦中，脚突然一阵痛，惊醒过来，看见他在咬我的脚，哎，原来他的梦游症又发作了，把我的脚当成是猪脚咬。不要太过分了。几点了还不让妈咪睡觉啊？他以后啊，肯定是个顽皮蛋啊！哇，聪明的顽皮蛋啊！现在有了孩子，负担又加重了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这个做爹地一定会努力的，一定要让小家伙有个当主厨的爹地，过好日子喽。琪琪都已经是11岁了，宋大明啊，宋大明，这些年你做了些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努力去实现你的承诺？好，来，怎么样？舒服点吗？哎呀，我帮你按摩啊。你先睡了，不要着凉啊。他也曾经对我温柔过。大哥，别再叫了，那些护士啊都怕了你了。我的脚很痒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，快点叫护士把它拿开，很痒啊！不行啊！你做梦！我在帮你转移注意力，怎么样？还痒不痒？好像没有这样痒哦。大妹，你终于都来了啊！我还以为啊你不顾兄妹情了。我才没那么绝情，我以为你们耍什么诡计想骗我回去。那我带了水果跟包子向你赔罪。哎呀，赔什么罪？一家人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，夫妻在一起要开心，孩子要……那吃吧，这么多话讲。大妹，我看你还是回家吧。姐姐讲啊，那个莲姐已经把你的家当成她的家。那还不是因为有人当她靠山，反正一巴掌是打不响的。你跟那个罗建国还不是一样？什么？一巴掌打不响。坦白跟你说，我要跟罗建国到北海道去。你们两个人去做什么？散散心哦。
哎呀，完了！一男一女去到这样远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。等一下你还吃掉怎么办？大哥，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真的，琪琪要讲的没有错，这个罗建国不是什么好人来的。哎呀，你都不是3岁小孩子的，怎么会这样容易被他骗呢？你又怎么知道他是想骗我啊？难道他不能迷恋我吗？他迷恋你？是啊，为什么不能迷恋我？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再爱别人。这些是他讲的，你也相信？哦，那人家跟我说的，我就不能相信。那个君跟你说的，你就信到十足。哪里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大家都不是小孩子啦，感情也是呢，自己会处理的。对了，琪琪说你找佳怡找得很急啊。是啊，我要阻止他跟那个甘尼多在一起。什么甘尼多？是一个坏蛋来的。大妹打电话叫二妹来说我要见他。太迟了。怎么了？他的秘书说他去了马尔代夫。去什么地方？不要跟我讲，跟他赶你多去。不是，是公司的 retreat。什么东西的？就是拿公司的钱去吃吃喝喝，顺便想点子。有时候要与世隔绝，不能跟外面联络。他后天就回来了。那这样还好一点。哎呀，还有你呀！你说你去北海道是不是很远的地方啊？要是那罗建国突然间露出真面目啊，你喊天喊地没有人救你怎么办？大哥，我看啊，你的脑筋呢也被撞坏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妹，人有时比恶意还要可怕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，大妹，听到没有？是回来拿你衣服的。你要出国了？嗯。那么辛苦，出国外面走走也是应该的。跟他去啊？嗯。那你们玩得开心点。谢谢。对了，我找到房子，等我从国外回来，我会来接琪琪的。好，不过我有条件，也是琪琪的要求，她不想跟那罗建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琪琪不是这样子跟我说的。她说什么？她希望那个女人早点搬出这个家。你别忘了，当初也是你让她搬进来的。是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早有预谋的啊。什么预谋啊？算了。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，不是跟你吵。你不让我带琪琪走，我就跟你打官司。打就打了，我奉陪啊。你干嘛无精打采的？就快当老板了。都已经看了那么多间，来来去去还不是一样。选装修公司当然要多比较，这样才不会被敲。那就选便宜的嘛。便宜的哪里有好货啊？贵又嫌贵，便宜又嫌便宜。现在出钱的人是我，当然要小心一点啦。哪里像你啊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喂。